一去2、3里，烟村4亩家，亭台6、7所，一枝红杏出来了。就出了一枝啊，再来也是他。谢谢吧，谢谢各位对传统艺术的支持和鼓励啊！现场好多朋友我看着都认识啊，因为这些年棚里边录评书都离不开他们的捣乱。你们有时也看看网上评论哈，那些人对你们不满哈，不看哈，谁给你们这份勇气？行啊，乐乐呵呵的得了。这些日子春天柳絮满天飘啊，我这个鼻子一到这天有时就不舒服啊。我有心也戴口罩，怕不合适。要是能戴口罩坐着说书，我省心了啊。弄点音频一放，我。人这有明白人，马上人家说出退票。你买票了吗你？啊，你网上听你还有一充值的，到现场还行。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在棚里录书，我觉得我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，啊，现在录的时间往前提了。早先录的时候就弄就干到半夜去才，啊，因为我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好，就是爱迟到。那个组里有净通知您中午1点钟到棚里来，我说好的。哎，我一般4点多从家就往外走了啊。这个尤其是做节目啊，我是比较喜欢迟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多年来，你从20年前我们那会儿也年轻啊，做小演员、小主持，干点小活儿。后来我就发现他们，不管是电视台啊，还是什么综艺公司啊，他们干活有一特点，他可能得晚上9点才录你了。但他让你上午8点半就到，来了之后给你装到屋里，关上门，他老一踏实。哎，反正你来了你也走不了啊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说不能这样啊，他要用我的话，他能等啊，能等。所以后来就养成了一个爱迟到的好习惯，也不好啊。以后我要争取早点来，不能在下午4点从家走，哎，3点半是吧？挺好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氛围，而且之前我还问过，我说我来这么晚，你们怎么办啊？好多观众说我们都带着饭来的，我们在这一玩一天，挺高兴的。那意思就是我来不来不重要。所以那4点5点那就看我心情了啊。好吧，这回说三国我也是没想到，因为我原来想我说等我老了我再说这个吧。后来想想也对，老了可能就说不动了，好多东西也记不住了就，而且这个书它不像说别的拿起来就说，那真是瞪眼说瞎话。这个人名字你也不能跟人瞎编呐，他叫吕布，你说咱叫张绸缎，他不像话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有据可查的，他哪件事挨着哪件事，这都是死的，他不像说《西游记》，我那个《西游记》跟原著是不一样的。啊，然后等我有机会吧啊！我录完之后，我当年我自个儿弄过一套《西游记》，啊，大路线是没错的，也是取经，但是我从开始啊，从这个金蝉子一下凡啊，就是雷音寺，怎么串的？12不说了，不能说不能。我那个是这样的，就是。优酷，对不起你们啊，占你2分钟时间。他就是如来佛的弟子啊，金蝉子晚上在雷音寺里边，巡夜，来一个金鼻子的小白老鼠，偷喝佛前的灯油，啊，巨大无比的大蜡烛，他爬上去喝蜡油去，但是呢太烫，张不开嘴。金蝉子过去呢，就把这个蜡烛那花儿弹灭了。这一弹灭之后呢，这手上还留了一个记号，一小疤，让这老鼠跟这儿喝油。如来就说了，你看你这个动了凡心了，不是我弟子，所以你要下凡，
作为取经人再回来见我。什么时候你再能以取经人的身份出现在雷音寺大殿上，能看见我，我才承认你是我的徒弟。就这样呢，金蝉子就下凡了啊，要做取经人。小老鼠呢也下凡了，在半道上等着他。天下妖精等唐僧都是为了吃他的肉，唯独小老鼠是为了跟他结婚，是为了报恩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金蝉子到了凡间了啊，他一共是要投胎转世10次啊。这前9回呢不一样，这一世呢可能他是个坏人，下一世是个好人，这世是个女人，那世是个妖怪，种种的吧。反正每一世的最终结果都是我要去取经，但是都是阴差阳错就走到流沙河了，被沙和尚给吃掉了。吃完之后呢，脑袋扔到河里边呢，它不沉啊，飘上来了。开始呢搁手里盘着玩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就拿绳子串到脖子上挂着。这就是他呢为什么沙和尚挂着9个骷髅。9个骷髅齐了之后，第10个来的才是后来那个唐僧。我是从这儿开书，先是开这个9世唐僧这9世的过程，这之后然后才取经。取经每一山每一洞每一个妖精都是我自己后来重编的，不一样。所以之前您听有一次我在北展台上我说了一点儿啊，好像大伙还挺爱听的啊。对，那就是我与众不同的西游啊。那等有机会咱们再玩那个，好不好？先说三国吧。这个上文书啊，我想着呢，我不能再让你们把我往沟里带了啊！我们这沟越走越宽了啊！就在这个酒席宴前，袁绍跟董卓2个人要开始比粗了。什么叫比粗呢？这也是戏曲舞台上的一个技术用语，就是俩人你也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，咱们看看今天到底要如何。你在这个状态下能让俩人真动了菜刀动了宝剑吗？就得有人拦。尤其是董卓这边，董卓为什么脾气这么大呢？这不是有吕布吗？对吧？他横啊！你看我们那儿这个原来有小孩，我就印象很深。他一出去啊，就好打架，净出去跟人动手了。后来我们也分析，怎么出去老打架呢？就分析这几次，后来发现不怨他啊，他有的时候出去就不打架。我一问那几个人，那几个人说他出去招欠，东北话叫撩闲。他老得勾搭别人打架，翻脸上。所以说小孩的心态就是这样，有撑腰的呀，啊，他不在乎这个啊，自个儿出去那规规矩矩，见谁都鞠躬啊。天下单有这么一类人。今天也是，我有义子干儿吕布吕奉先，我还在乎谁？真打起来了，我还能让他把我囊死吗？他是这么个心态。但是李儒在这儿，李儒得拦着呀，那是他的智囊啊，那不能真动手。咱得说干事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把那皇上拿下来吗？咱就说干这个事儿，目的不是为了在这儿酒席宴前真动了刀啊，出人命，血流遍地，那个没有意义。所以董卓呢，这一喊一闹，旁边李儒过来就拦着，说2句片汤话劝一劝。但是袁绍也不是吃素的呀，啊，此地我不可再留，扭头就走了，在东门以外挂节弃官。这是三国原文上写的挂节。这个节呢现在也见不着了，换一个说法，苏武牧羊见过吧？京剧舞台上苏武老拿这么一玩意儿啊，竹子棍上面挂着动物的尾巴毛啊什么的，这个是代表着天子给你的东西，你拿这出去到藩邦外国跟各国一说，这是代表着皇上让我来的，有个节啊，有不一样，反正有大的有小的，有长的有短的吧，上面也挂着什么毛，有几节的，我就大概说这么个东西吧，就是跟挂印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不干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把这个
挂到东门上，他走了，奔冀州而去。他走了，他也带着兵呢，他有自己的部队。他走了，回过头来，连李儒在跟前好多人呢，就劝董卓说：“您别生气，而且这谁袁绍这个人呢，他的性格呀，导致他以后也不会成其大事。说咱们跟他闹翻了也没有意义。”董卓倒是听劝，那好吧。后来呢，还派人找这个袁绍，啊，得了，你这个你别生气了啊，封他一个渤海太守。这是袁绍今天走了之后的事情，我们再提那是以后了，先涉及不到。那么今天酒席宴前，最后还是不欢而散。可是除了袁绍站出来说这个话，其他的文武官员没有人再提了。时隔不久，到了9月初这一天，皇上登殿，就是这位少帝刘辩，这儿登了殿了，文武群臣都到了。这底下是董相国，董卓加封自己相国。为什么后来都说董太师？这都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加的封号啊，在底下同着文武群臣。董卓打怀里边掏出来一纸诏书，都写完了，也不是他写的呀，李儒写的，同着文武群臣，同着小皇上，正式的宣读，没有别的啊。当今天子软弱无德，今废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为帝。通知书就是今天就开始了啊！这个小皇上，我觉得他不行，你们也别问为什么不行，我就跟你们说一声啊，我都给他定好了，他们接下来他就是弘农王了啊！来，请下来更衣。列位，损透了，刚才摆着架，宫娥才女，太监们伺候着，官袍带履坐在这儿。皇上这会儿一拨了脖子，嘿，这儿，嘿，把这事脱了，摘帽子，脱龙袍，从上到下嘁哩咔嚓给你扒了，也不疼，也没人打你，侮辱性极强，真的。你看这些日子网上不有这么句话吗？是吧？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这不就是吗？我那天看见这句话，我就想，我这搁在这儿是最合适的，太侮辱人了，当时就哭了。怎么呢？4月份刚当的皇上，现在是9月，不到半年呢，还没热乎够呢，当时就完了。而且马上让人到后宫通知何皇后，他那个妈呀，灵帝那个媳妇儿，何进的妹子啊，杀猪那家来的大美女，说清楚您各位明白是谁啊？通知一下啊，这个之前的身份改换了啊，你心里有个数，归置归置东西吧。哎呀，小皇上在金殿之上哇哇的痛哭啊，害怕呀。这边就把陈留王请过来了，请陛下更衣。这个也傻了，这才9岁，对不对啊？穿吧，打那套扒下来给他换上了，换完之后往上一扶，坐好了。董卓带大伙呼啦超跪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个戏剧冲突有点太大了。那没办法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，这朝不用那朝人呐。金銮殿上改的就这么快啊！这儿有人就把弘农王送回去，这会儿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妃子了，唐氏啊，加上自个儿那亲娘何皇后，娘儿仨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哭吧，抱头痛哭。这儿哭完了之后，有人拿着锁链子来了，
叫这娘儿仨住的这宫殿上锁了，严禁探望。你们仨也别打算出去了，反正管饭。啊，说我再像原来一样，不可能了。接下来的事儿净剩哭了。哎呦，就这点事儿，朝野震动，都糊涂着，连这个原来的陈留王也糊涂着呢。角色转变都没人通知我，怎么突然间我就是皇上了呢？啊，说我不当不干。你到这会儿想不当皇上那还成？啊，你看人家董卓这个状态，陛下，您不当皇上，您这是要造反呐！你看，话没说出口，但那意思是这么回事啊，让你当皇上就当，别那些废话。那么他是哪一任帝王呢？您记住了，这就是汉朝的汉献帝。啊，您看京剧《逍遥津》，高派名剧，那个汉献帝那一大段唱，哇，领着俩孩子，哭得可惨了，让曹操他们欺负呢，就是这位汉献帝。你这历史好多事情真是很搞笑，你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。咱打这儿起啊，新皇上上任了，那位呢，在后院天天的哭，跟着妈，跟着自个儿的媳妇儿这么哭。董卓呢，还天天的派人盯着，听听都说什么了吧？啊，没说什么。哎呀，娘儿仨哭了。哦，哭得怎么样啊？说挺好听的啊，但是没有昨天的声音大。哦，那是累了啊，累了。天天听，但是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。董卓不能养你一辈子呀。终于有一天，打发李儒去吧。李儒是多聪明的人呢，带着10几个校尉，带着酒，带着杯子就来了。咱们有句话，酒无好酒啊，就说的是这个酒，这是毒酒，沾唇则亡。带着酒来了，来到这儿见驾啊，参见王驾千岁。前些日子还万岁，现在你看当晚少活好几千岁啊！参见千岁，这个马上快到您过生日了，董太师让我给您呐上寿来了，这是寿酒，请您满饮一斗。倒完了，第一个寿酒，小皇上眼泪都下来了。寿酒啊，受不了，准知道这酒里有问题。李儒呢也没有这么客气，就是表面的啊。天不早了，您喝吧。既是寿酒，你先喝一杯。你看，刘辩说的对呀，哈，贺寿你来一杯。李儒瞧瞧他，李儒心说：那我哪消化得了啊？啊，也没废话，请您满饮此杯。董太师还等回信呢。这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就明白了，就是让你死啊！眼泪就下来了。旁边他那妃子唐氏一撩衣裳跪倒了，痛哭哀嚎，说这杯酒我来饮，能不能放他母子一条生路？就饶了我的丈夫，饶了我的婆婆啊！这旁边何太后啊，哭的都不行了，顿足捶胸啊！骂谁呀？骂自个儿的哥哥何进。何进无谋，江山受累，现如今连累了我一家，保条命都难。心说哥哥你是真混呐，啊，挺好的一把牌打个稀烂。哎呦，何太后跟这儿跺着脚骂街。李儒也不爱看这，一努嘴儿，旁边校尉过来，一拉何太后，走，打楼上愣给拽下去了。
连踢带打就把人拽走了。就这屋里边就剩下军妃二人。李儒很不耐烦呐，天不早了，董太师等我回报呢，快点吧！哎呀，你容我君妃一别，就是你再等会儿，我们俩要告别。两口子抱在一块儿，放声痛哭啊！哭罢多时，你老哭也不是事儿啊。李如心说：“这要等他自个儿喝，没日子了啊！”吩咐两边人，滚！跟手有人过来呀，摁住了，掐着嘴，拿着杯往嘴里愣灌。片刻之间，君妃二人死在了哀尘。这看死了，踏实了，转身回报董卓。董卓很高兴，很踏实。紧跟着呢，何太后也让他们弄死了。这一支去的是干干净净，朝里就算是所谓的暂时太平下来了。董卓可了不得了，您想一想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想让谁当皇上谁就当皇上，这个天下是我的呀。您看看这个《三国演义》上说这会儿董卓啊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夜宿皇宫。这皇宫啊，哪间好推开就进，也不用回家，就跟住旅馆似的。而且无论是什么叫宫女，哪个叫妃子啊，哎，这个好啊，来睡觉来吧，就叫过来睡觉，祸乱宫闱。这个文臣武将恨得都不行了。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朝里边有一位越骑将军啊，武将军武福武德瑜。武将军看不下去了，怎么呢？岁数也大，对大汉江山的情感也重，心说要照这样下去，江山不就完了吗？我喝出去我一身，我把董卓弄死得了。这个很简单，话虽如此，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？这董卓出了进去，身边啊100多人。他出来之后，他有一个大轿子，因为汉朝的时候，他那个这个交通不像现在似的，也没有像后世那种，比如八抬大轿什么还没有，他就是跟个大簸箕似的，他坐在那里边，而且是这么仰着坐，哎，然后前后的有杆儿，底下有底儿，几个人抬着他，就是大致的很像您到四川爬山滑竿，哎，就是类似那么个东西，在那会儿来说就算不错的了。只不过他做的呢，可能更豪华一些，啊，有些个花儿啊，材料上更讲究一点，这就算不错了。100来人跟着他，而且还有吕布、吕奉先，啊，前2天在金殿上把这个皇上换了位之后，其实文臣武将那个态度，董卓心里有数，心说此时此刻必须要杀一儆百，所以出来进去带着人也多，他也怕自个儿出事儿啊。那么今天上朝，坐着他这大轿子，到在了朝房门口，要下来还没下来呢，又打旁边武将军就过来了啊，这儿一抱拳，老太师。说句老太师，他坐着坐着呢，要起来还没起来，因为他得下来嘛啊！哎，武将军，刚说句武将军，武将军一伸手，由打怀里边噌一下子，把短刀掏出来了。一般的刀他得这么长啊，但你说那么长的刀搁在怀里边哈，这儿露一尖儿，搁在哪儿这后这都不好看，他非得是短刀。老将军提前呢都准备好了，啊，磨得倍儿快，藏在怀里边，哎，借着抱拳拱手的机会，就往前来，紧跟着就把这刀出来了。
往前来！我去你的！这就要扎他。董卓啊，最大的特点，力大无穷，啊，到跟前儿了，而且反应挺快。他终归他是武将啊，啊，这就往起来一抬脚，嘡，踢在手腕子上，这刀就飞出去了。紧跟着这轿子一落地，董卓站起来了。吾儿奉先何在？吾儿奉先何在？吕布在那后头呢。你这会儿那是露脸的机会来了呀，啊，2步就到跟前儿了。武将军岁数也大，上朝来又没有兵刃，他不像吕奉先，吕奉先的画戟随身能拿着，他不拿着，有兵卒给他拿着。你一上朝来，你说你带着方天画戟、狼牙棒也不像话呀，藏了这么一个短刀，还让人一脚踢出去了。武将军往上扑，他那意思，我掐死你也是好的，你就到不了跟前儿了。这儿100多兵丁护卫，何况还有吕布，上前来2下，就把武将军摁住了，就在朝房门口当众处死。哎呦，血流遍地呀！文臣武将可都瞧见，上朝嘛，官们得上班来呀，可就都看见了。哼，就瞧见董卓拿脚踩着武将军这死尸，仰天长啸。当天，金殿上没有人说话，所有的臣僚们顶多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人说话。所有的国家大事一些个公文都办完之后，屡行往外走，其中有一位大臣说话了：“列位年兄、年弟，大伙儿一回头，司徒王允。哦，王大人，好，各位大人，明日乃是在下健将之期。健将，啊，贵贱的贱，啊，降落的降。明天是健将我的生日。过去人说话他雅致啊，对自己呢都说的很低，对别人都捧得很高。您都是什么贵姓贵姓？哎，我们这如何说健将？哎，我这个人啊，哎，就这天降生的，是这意思。健将，我过生日，请各位年兄到府下一聚。哦，好，明日定当过府拜寿。好，明日我略备薄酒啊，恭候诸公。王允要请客啊，那个年头，像这个身份的请客，他跟老百姓就不一样，而且您各位听这话就明白了，不是为了吃饭，因为朝廷上下这个状态，作为王司徒这个人，他是有想法的，请的这客人呢，也不能逮谁请谁，得请那个咱们能说到一块儿去的，咱们得是朋友啊，而且来说心往一块儿想的，我请您来。简短截说，转天晚上，请的这些个大人们陆陆续续的都到王府来了啊，这儿摆上酒菜，摆上蛋糕啊，插上蜡烛。那年头没有那个呀，是吧？大臣们来了再唱生日歌，那咱就别三国演义了啊！来了先客气客气呗，是吧？先拜寿，拜寿之后寒暄，坐下吃饭啊，吃着喝着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没有一上来就说的，没有节骨眼儿，他得有一慢慢渗透。哎，喝了点酒，大伙儿也放松下来了。酒席宴前，王允就开始说话了，说什么呢？说一说朝中大事，没有别的。现如今朝纲混乱，自打董卓进京以来，
欺天灭地。现如今大汉江山毁于一旦，就把这些事情1、2、3、4的排列好了，全这么一讲。刚才大伙儿坐在这儿还有说有笑，就这会儿功夫鸦雀无声，紧跟着就有人开始哭，这个声音开始不大，越哭越响亮，越哭越响亮。你也哭，我也哭，文臣武将触动了心事，在酒席宴前有一个人，他可不爱听了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快坐！哎，好，受累了啊。哎呀，好久没看见这么些个起哄的人了啊，好开心啊！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是郭德纲。再来一个，再来10个，我也是郭德纲啊！所谓的定场诗啊，其实就是压一压耳音。过去茶馆用得上，因为大伙儿跟这儿喝茶聊天嗑瓜子儿，先生一摔木头说几句话，大伙儿就不说了，听他的了。现在这个在棚里边不可能，说您各位声音倍儿大跟这儿说，啊，一会儿保安就给你弄出去了。那时代不一样。不过在过去来说呢，说书的先生在艺人里边呢算是独树一帜，啊，我们这行跟其他的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唱戏的拜祖师爷啊，拜什么唐明皇啊，哎，拜这个拜那个的；说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，但唯独说书的祖师爷呢是孔圣人。所以那会儿说书的先生讲话，我们是圣人门徒，跟你们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当年说三国的时候，有些个地儿，哎，先生这桌子上还必须摆一套三国。其实呢，他说那个跟摆那也不挨着，但说着说着呢，还拿过来看2篇，让说书的，哎，这做派这姿态都得摆匀了，底下观众踏实。那你看他有书啊，有书啊，啊，好多先生到某地去，不了解当地的习俗，说书这桌上不摆书。当地人不认可，觉得你瞎说，啊，就得跟道具似的摆上，用不用的，哎，来唱片儿。哎，现在你真摆上这个，你也让人笑话，也不合适啊。这么多年来，说书这个行业是越来越难干了，信息量现在越来越大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谁都有手机，想问点什么，上网一搜就知道了。过去那完全得听说书先生的。他说什么是什么，而且那说的活灵活现，你不信不行啊。但是现在不好骗了啊！现在观众都学坏了，你还讲理不讲理的你们啊？但是挺好啊，不会再回到当年那么兴盛的时候了。过去这一趟街上可能有20家书馆，多少个说书的，以后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了。但是这行呢，它也灭不了。啊，就希望他好呗，因为他其实卖的是演员自身的魅力。同样的事情从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可能就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就拼的是个人的知识储备量。有人说说书比说相声就雅致一点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哈，其实，从娱乐角度来说也谈不到雅不雅的，这都2回事儿。有人过分要追求这个，你雅你。雅到头也就是昆曲吧，昆曲那是真雅啊！我不知道您哪位喜欢昆曲啊？那昆曲不是一般人欣赏得了的，那每句唱词里边都是典故。那前清的时候，那举子们那个念书的人都抱着《康熙字典》听，他每一句都典故，你听不明白呀，那还了得？当年昆曲那也是由于朱元璋一句话。才引起来大伙儿对昆曲的重视嘛，啊，朱元璋大明朝一建立了，
哎，朱元璋这个皇上其实挺有特点，他跟其他皇上不一样。有一天他问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叫周寿仪呀，就是昆山人，上海边上，昆山人。这皇上跟他聊天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听人说你们那昆山那儿的小曲小调挺好听的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句话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讴就是唱啊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一句话，给天下的艺人带来了生机。哟吼，皇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说明是要大力的推广昆山腔了。于是连文人，当年的编剧、官员、秀才，老百姓里边有点水平的、有点文化的，这个觉得商机无限，属于我的机会到了。因为皇上问了一句昆山腔，大批的人投入进来，咱们写剧本吧。万一写完剧本，皇上再问咱们呢？咱们编曲子吧，咱们排戏吧。他就是由于朱元璋的一句话，整个的社会从上到下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机会来了，大伙儿一起研究昆曲，才把昆曲创造出来。上有所好，下必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再比如说，人家朱元璋问我，闻太平歌词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咱也得说能讴，能讴，忒能讴了。所以天下的事你听着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很简单，道理很朴素，啊！你干我们这行，你就得琢磨透了呗。其实天下事也都跟评书是一样的，不管什么事情，说到根儿，也就是一个故事。而且历朝历代好多故事，它翻来调去就这点事儿，换个男一号，换个主人公，换个发生的地点，可能有一不同的结尾，也就是如此啊。闲话少说，干点正事儿吧，好吧？哎，我就不该给你们说这句话。我一说这，我就知道他们得高兴坏了啊！是不是就等这句呢？咱们当务之急，咱们得先解救一下丁建阳同学。这个丁原、丁建阳、丁先生啊，现在生命受到了冲击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虎贲中郎将李肃面见吕奉先，要聊一聊接下来的宏图大事啊。有人说干嘛愣了一下呢？我还想聊刚才那闲板儿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一看这个表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又觉得怪对不起平台的。有机会好不好啊？有机会跟你们聊闲天聊闲板儿。但是你说那个闲板儿，你说有用没用？哎，这个闻得闲板甚佳，而亦能讴否？善哉善哉。我刚才一想这，我就想乐啊。朱元璋什么时候问太平歌词了？亦能讴否？能讴，忒能讴了。这个吕布啊，要不然说这个后世对他的评价不高，确实这个人品有问题。啊！一瞧见赤兔马，瞧见玉带，瞧见黄金，瞧见这些摆在跟前的金银财宝，眼珠子一亮，马上就忘了这个丁原对他的好。就算不好，可有一点，你管人家叫爸爸呀，对不对？这个称呼他不是个老同志，对吧？二大爷啊，三叔、五舅，他不是这个呀，你是管人叫义父，出来进去的，人家管你叫儿子。你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的，虽说没有血脉，但是状态摆在那儿，你们是亲人呢，你怎么能见利忘义呢？这是吕布这个人的大不该。所以说万古千秋，没有人说他好。到后来所干的这些事儿，三姓家奴啊，如何如何的，他都是有原因的。当然了，这个玩意儿你要拿现在的角度来看呢，你所有的人都是如此。人活一世，在社会上混，首先，人都是需要一个安全保障。第一步的安全保障呢，我得吃饭，我需要干净的水，外边下雨了，我得在屋里躺着，
哎，地上呢就不如床上好。我有张床了，我还得有个褥子，有褥子就得有被，有被子我得来个枕头啊，我这儿能躺得好。这可能是最早的需求。这个过去之后呢，他可能有更高一部分的期待。我需要有一份工作，我一天挣多少钱，我得买馒头、买饼、买咸菜。再之后呢，我不能光吃咸菜，我得好有肉。当他能吃得饱、喝得足之后呢，他就有更高的需求。他需要比如说情感上的支持，需要人尊重我。啊，你们得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得如何如何的。它随着这个位置的变化，它是不断调整，所以之前你说丁原给他也好，他是对他有激励的，啊，他是有激励的。但是呢，这边就怕比，你这是丁原，你这是董卓，你所付出的东西，提供的这些个，你不如董卓给的这个激励大，所以你注定你是要失败的，这也是事实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啊。但是这说到这儿，咱们就说还是得讲良心呢。问题是天大的激励，你这里有人情在这儿呢，啊，有句老话嘛，你可以不害人，那枪口可以抬高1寸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当时出了那个情况下，我们都得一块儿的这动手得打他啊，人家就有打得轻的呀，对吧？人家就有少打2下的，怎么你就得往眼珠子上扣呢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品性的问题，这个解释是不管用的。今天一瞧这满桌子东西，吕布是心花怒放，说恨我无有捐爱之功，报效无门。捐爱，涓涓流水，尘埃啊，尘埃那土那么点儿，流水就这么一滴的，这么点儿的功劳我都没有，我怎么好意思到人家董卓那儿去投奔呢？啊，说了这么句话，这就是互相给台阶儿。那李肃呢，人家是干这个来的呀，对吧？奉先，似你这样的大英雄，岂能甘居人下？这话损了，我可没说让你干嘛，但是我把这事儿摆在前面，你这么大能耐了啊！你天天你让他支持着，你这样替你不值。吕奉先点点头，那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好。奈何寸功未立，兄台，你看我现如今，奉先事不宜迟。这个聪明人说事儿啊，不用说的那么细致啊，都说明白，那是流氓打架。这事儿怎么办？看您抓紧，这就明白了。我想把他弄死，你看我从哪儿捅这一刀呢？我认为你把小刀磨得快快的，就着脑袋刺儿一下。这俩搁在一块儿，2毛钱1斤。明白人说话可不就一个眼神的事呗，对吧？一说这就明白了。好，吕布站起来，深搭一躬：“兄台，此番报效董公，全在兄台。那意思，我办完了，你得给我搭这桥。好，静候佳音。那就不用再说别的了，我回去等你的信儿，你该干嘛干嘛呗。啊，这儿就走了。这就是谈生意，有买方有卖方，谈的合适了就拉倒了。当然倒霉的是丁原呢，天很晚了，丁原坐在屋里边看书啊，喝酒，正琢磨下一步呢。你跟董卓闹成这个样子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？就这会儿功夫，一挑这帘子，又打外头，吕布进来了，往里一走，人是有第六感的。好多时候真的各位啊，咱们不是说封建迷信，有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这怎么这么害怕呢，或者怎样的，它必有原因。这不是单纯一句说这人迷信就能解决了的。人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到5%啊，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，只能说咱明白不了。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生命。其实您细琢磨吧，好些个事情真是说不明白，说不透。但是
今天这一进来，丁建阳觉着莫名其妙的觉着不对劲儿。他这个想法是对的，这个感受也是正确的。把手里的书放下，这一抬头，吾儿奉先，吾儿奉先，我儿子奉先，就这4个字儿啊。后来大伙儿也都用。你看，后来他这董卓不也这么说吗？吾儿奉先何在啊？你这玩意儿就占人便宜啊！这俩叫人儿子都让人弄死了。所以说伦理包袱有时候不好。容易出事儿，叫就翻脸了，啊，喊着喊着就不乐意了啊！吾儿奉先啊！这一说这个，那意思黑更半夜你干嘛来了？吕布这眼眉就往起来了，嗨，哪个是你子？没有这么不讲理的，对吧？刚才吃饭的时候，俩还说了哈，爸爸晚安，睡觉吧啊！这一会儿再进来，谁是你儿子？你这个玩意儿就没法交往了，不能够再继续愉快的玩耍下去。原文上说这个地方也很简单，我们也不能把它敷衍的多么的复杂。你要说武侠小说、公案呐、什么男女感情的评书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多做文章。但是这个《三国志》也有，《三国演义》也有，咱们不能玩了命的给人去铺垫啊，没有意义。很简单，就是吕布把刀掏出来，走上前，咔吧啦嚓，就把丁建阳的人头砍下来了。就这么快。为什么快呢？遮自己的尴尬。欢迎各位，你说此时此刻还能有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跟你商量点事儿，我现在不要脸了，我把你宰了，然后我上那儿去，我要当官了。你有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丁建阳肯定得问他啊，为什么当初你怎么认我当的干爹？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？不能让你说出这个话来呀！你说得出口，我就下不去手了。不能等你说，所以上来咔，就把脑袋切下来了，死尸倒地。吕布攥着这脑袋往外就走，得跟大伙儿有一个交代。胎，这胎是喊一声，各位请注意啊！胎，丁原不仁。丁原不仁，他这人不仁不义，这就叫诈骗了，对吧？但是总得给自己有一借口啊，他不能拿着出来我错了，你错了你给他安上去，对不对？丁原不仁啊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满营将官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，不愿意的自行遣散。原文上说大概走了一半，就是原来丁部队的人，因为有的人也瞧不惯你，哪儿你们打起来爷俩动刀，脑袋瓜子就切下来了，是吧？跟着下去没有前途。现在说允许我们走，那拉倒了，回家种地去了。所以说呢，就走了一半，剩下一半，吕布归着，带着他们就投奔了董卓。可这一见董卓乐得都不行了，高兴啊！朝思夜盼啊！这个美英雄现在是我的人了。吕布也做得很漂亮，纳头就拜啊，就是撩衣裳就磕头，紧跟着认干爹。这玩意儿这脆上啊，这不能耽误别人认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啊，纳头就拜，认义父。哎呦，董卓高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闭门家中坐，天上掉下儿子来啊！啊，也不哪儿听这么两句俗语啊，上前就搀起来了，怎么看怎么爱。当下封为中郎将，啊，又封为都亭侯。你看这个就是激励需求的问题了。在丁原那儿，这个吕布是秘书，正式的身份是主簿。
这个也有丁原的不是，主簿文职官员，他这么大的一个英雄武将，马上部下这么大能耐，当主簿就是类似师爷啊，师爷呀，秘书是干这个活的。而且呢，出征打仗还得指着他，这个天长日久，吕布心里边他不平衡，心里难受。所以说，这也是丁原的一个不慎。那么到这儿封了侯了，你这两个差距太大呀，对吧？你头2天还在天桥街上说书呢，转天那非洲是他的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？那么大草原哪儿都能说啊，谁听啊？呵，打这儿起，最开心的人就是董卓。董卓觉得自己现在啊，要给自个儿写评语的话，那就是如虎添翼，似饼沾麻。前半句是老的，后半句是我编的。如虎添翼，大老虎长翅膀，飞起来咬人；似饼沾麻，那你想啊，饼上沾上芝麻，那不得又酥又脆吗？太棒了，走道都横着一样。啊，谁能把我怎样？太厉害了！而且呢，给自己加了一些个荣誉。什么叫荣誉？第一，入朝不屈。我不知您哪位熟这个啊？屈，小跑。这个文武群臣上殿的时候要屈步。说你跟溜街似的这么走，不允许。那是犯罪。一说皇上那儿登殿了，咱们得去撩着自己的官服，稍微毛着点腰，哎，小跑往前这么跑，这叫屈步。所有的官员都得如此。但是到他这儿了，自个儿加封自己入朝不屈。我逛街什么样，在你这儿就是什么样，大摇大摆啊，就这么溜达着。见履上殿，见呢，挎着剑，履是鞋。你多大的官儿，多高的身份上金殿，身上这个武器你得摘下来，身边不能带寸铁啊。说我战功赫赫，我是皇上他大爷，不管用啊，都摘下来。履鞋得脱了，就得功高盖世的那个主，顶多给你留双袜子。基本上头上殿都得光脚，皇上这儿铺着红毯子了，红毡子，就是你那个鞋底儿不能蹭到毡子上，就打大殿外边往里一走，个个的光着脚，撩着衣服往里边小跑，对皇权的尊重。董卓没有，到哪儿去挎着大宝剑，在金銮殿上。当然了，也没有说带着剑上金殿就能刺王杀驾那么些个武士呢，啊！不过你能带着剑上殿，那就说明皇上拿你当亲人，啊！脱鞋没有，啊，哪怕外边踩完了雨，插完了泥，人家上金殿也是哭嚓哭嚓的就来了。看来鞋里边有水啊，还得哭嚓哭嚓的。身份吗？还有2点不明。什么叫不明呢？不提名字。第一是诏书不明，第二是赞拜不明。诏书啊，圣旨下来了啊，比如说皇上出圣旨叫高峰上殿啊，著名相声演员啊，一队传笛，德云社总教习高峰上殿啊，就都得提。但是如果说诏书不明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后边这高峰俩字儿，就光是提身份，总教习一队传笛啊，谁谁见驾，不用提高峰俩字儿。
为什么呢？就是在金殿上提你的名字，就说明你跟皇上是天壤之别；不提你的名字，说明您这身份跟皇上是平起平坐。这是多大的荣誉啊，对吧？一个是招书不明，一个就是赞拜不明。赞拜就是在金殿上啊，大丞相张三跪，你得跪。现在不用提这张三了，就大丞相见驾。这从古至今，历朝历代就这4样，这4样是最高的荣誉啊！我算了一下，我也翻翻资料，反正是封建社会吧，就这4样集得一身的啊。因为这也不一样，有的就是占1样，有的占2样，就这4样全齐的就一个人，就是北宋有一位王爷叫赵元衍，山前住个严元衍，山后住个严元衍啊，那个不是那人，叫赵元衍啊，他就是咱们原型，说是北宋有一8贤王，啊，就是他的原型，哎，就这位王爷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上下啊，就多少千年来，您翻历史，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人，就这4样占齐了，其他的没有。但董卓这个不是皇上给的，是他自个儿设计的，对吧？他设计，我要在金殿上跳街舞，那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权倾朝野啊，小皇上是个摆设，所以这么一来，朝里边从上到下，人人心中不忿，但是呢，没人敢说话。此时此刻，董卓要干的就是一件事情，废帝。他就看着皇上别扭。14岁的少帝刘辩，他老憋着把他鼓弄下去。这天呢，大宴群臣，文武群臣都来了，得吃饭呢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净吃串了啊。哎，凉啤酒、花生毛豆都摆上，坐在这儿啊。一吃一喝，吃饭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说事儿。咱现在也是，你说那咱明儿有一饭局啊，一块吃一定有原因。当然，除了那些个专业吃饭的人家，就为喝酒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大部分人的饭局都是有一个目的，不定为谈什么啊。酒席宴前，董卓把这茬儿又抻出来了啊！我观当今天子软弱无德。你这个玩意儿，这不是大臣说的话呀！软弱无德，怎么叫软弱无德了呢？对吧？欲废帝，改封弘农王，他都给设计好了。我准备让他不当皇上了，我觉得封他个王爷吧，叫弘农王，弘扬农业的一个王。字儿还真是那个字儿，弘扬的弘啊，农业的农，弘农王。我觉得让他干这个挺好，别当皇上了，以后没事种种地，背背节气歌，啊，也挺好。这其实啊，已经快不拿这个过场当回事儿了。这么一说，刚才大伙儿挺高兴的，撸串的、包花生的、喝啤酒的啊，全傻了。啊，瓶子也撂下，串也搁下了啊！这说的他们跟街上开会似的。有不同意的吗？有。啊，能没有吗？就在这边站起一位来。董卓，敢喊名字，皇上都不敢喊名字，他敢喊名字啊！当今天子哪里无德了？你口口声声废帝，莫非你有反心耶？这你得说出来，皇上哪儿不好？你天天就这出，就憋着说废了皇上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说这么句话，文武群臣都佩服。就这个状态下，这个环境下，有人敢说这个话，就不是一般人。大伙儿都看哦，
果不其然，还得是他。谁呀？袁绍袁本初。听过前几回书的您对袁绍是有些个印象了啊，所以他说这个话说得出来啊，站起来说这话。董卓，别说董卓了啊，你换我搁在那儿，这脸上也不好看呐。正露脸的时候是吧？让人站出来，当当当怼这么两句，一伸手，苍啷啷，由打肋下就把宝剑抻出来了。袁本初，这个人要是一喊大名儿，就是要出事了。你回去琢磨琢磨，你爸你妈要说你的时候是吧？你想这道理去呗，是吧？你平时怎么都行，哎呀，我的儿啊，闺女啊，呵，宝贝儿啊，你这你那个都行。他多子一喊大名儿，你准惹祸了，他要翻脸了，对不对啊？袁本初，拿手一指这宝剑，难道说你以为我的宝剑不利吗？我这不快吗？对吧？袁绍乐了，把自个儿的剑抻出来了，让你尝尝是你的利还是我的利。你没有我利，我的比你的利，你的利没有我的利的利啊。有人说这是朝堂上吗？这俩说相声的连绕口令呢啊！两个人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拿着宝剑往前走，眼睁睁这就要血溅。